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姆王大花。那这一期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蔓延全球的疫情，特别是对澳大利亚有什么影响。王大花女士，你在咨询行业工作，你可以从你的角度聊一聊澳大利亚现在正在承受什么样的冲击吗？这个话题真的好大呀。那我先说一下，我能感受到的疫情，首先全球经济大家都有感受到，整个都在下滑。那澳洲也无一例外，因为澳洲大家了解是一个依赖于农业、能源，还有钢铁这方面产业的一个国家。那我们能感受到，比如说农业进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前一阵竟然实现了龙虾自由。对，龙虾的价格跌了有一半，平时都买不起龙虾。然后前阵子因为内地的疫情爆发，然后那时候澳洲还没有爆发，所以很多本来要出口的龙虾都转内销了，导致龙虾价格暴跌，让我们美味了一顿。还有我们知道，澳洲也是很依赖于，比如说教育产业。那因为澳洲前一阵儿把国境封了，那很多留学生没办法直接回来，不得已要从第三国家待2周才能回来。那更多的学生可能只能选择先延迟入学，或者是先休学半年、1年这样。其实对教育产业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整个经济都是在走下坡路，在疫情期间。而且从现在的政策来看，可能7月份的开学，很多人还是赶不上。对，还是赶不上。那在整个澳洲大环境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面对其实很多客户，对于他们来说，疫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是影响非常大的。那这种冲击下，他们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所以重中之重应该是首先要撑下去、活下去。在这种条件下，那他们可能对咨询业务的需求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减少。说到对咨询业务的减少，我注意到前阵子各大报纸都有说，像4大会计公司，都有裁员降薪的计划。对，你对这方面比较熟悉，你可不可以聊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对，其实4大大家知道的这几家全都进行了降薪裁员。那降薪裁员其实，从业务需求上来讲啊。我是先从业务线上来讲，其实对业务线的影响也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审计，其实审计有影响，但是影响没那么大，因为无论经济怎么样，那财报还是要出的。那4大的这个审计业务还是需要的。那我比较熟悉的像IT 咨询，IT 咨询如果是比较偏技术的，那其实下降大概只有8%左右。那如果是比较需要 on-site 支持的那种 IT 咨询，那下降就会比较多，就会高达40%。那是因为现在我们有3级禁令，所以没办法 on-site 嘛。对，所以比如说像一些需要做项目的呀，或者是一些on-site support， 这就没办法做了。那具体到4大的裁员和降薪的措施，每一个公司他们的制度差不多吗？还是不一样？还是略有差别的。我们拿合伙人来说，合伙人其实这4大每一家都说，收入要相应的减少，那是至少大概在20%以上，具体数值会略有不同。合伙人可能离我们还是比较遥远。那普通的员工呢，有什么影响？那普通员工大家就是降薪呀，降薪其实措施也不太一样。那我们拿安永和普华永道来说，那这2家是采取了工作时长减少，并且工资相应的减少，按比例减少的这样一个措施。比如说，一个员工他之前是工作5天，那根据当下的一个工作量的需求，他可能只需要工作4天。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工资就会减少20%。那另外2家呢 ？KPMG 和德勤，对。那这2家就是采取了工资减少，但是工作时长不变的这样一个措施。那比如说，我之前工作5天，那如果在当前的一个政策下，我可能还是需要5天，只不过工资可能会减少20%。那这样看来，KPMG 和德勤的那个降薪措施还是更严苛一些。
不能这么说啦。我觉得每个公司都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做了对公司、对员工最好的一个方案。那在这个阶段，我还听到有一些裁员的消息，或者说也没有开放新的招人计划了。这方面你有什么？我现在知道的，比如说普华永道，他们是说目前对毕业生的需求量会大概减半吧。那 KPMG 是已经公布了数据，是裁员200个员工。那其他家还目前没有公布出具体的数字。那大家其实是在疫情下同甘共苦，算是吧。因为现在疫情关系，我们大部分企业也都是变成 work from home 了。对。那这种工作模式的切换对你们工作的影响大不大？我想先从工作量上来说，那工作量可能，之前有的朋友会问我你会觉得很闲啊，每天在家。其实我觉得工作量是对于咨询行业完全是按项目来的。有的项目，比如说我之前已经做过类似的了，大概轻车熟路，知道怎么做，那就会轻松一些。如果是一个我从前没有探索过的一个区域，可能我需要学新的知识啊，需要问其他的同事这方面的东西，那可能相应的花费的时长就会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工作量，对于我个人来说，在家办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你有觉得工作效率方面有什么变化吗？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那有的同事，比如说他很喜欢在办公室的那种，大家可以时不时的一边聊天一边玩一边工作的情况，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在家办公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反倒是比较喜欢在家办公，因为我是觉得效率会高一些。最重要的是每天可以省了通勤的时间，那来来回回可能能省2个小时。那这2个小时可以在家学习呀，做家务呀，撸猫啊，发疯啊，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不用化妆也是一个很大的卖点？怎么你开始抱怨我每天在家很邋遢吗？不需要化妆，不需要提前准备第2天穿的衣服，不需要熨衣服，基本上就是穿瑜伽服啊，就是运动的衣服啊，就省了很多动脑子的时间，很舒服。而且我们在饮食方面，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经常要做好1周要带到公司去的盒饭。对。现在天天在家办公，就是想吃什么就做什么，非常的随意。怎么厨师是压力很大还是怎么的？这种模式还是挺好的。对，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家办公了。然后从我们 team 来说，我们上周嘛，刚进行了一个第1次的线上的 team 的大会，那100多人，我觉得其实反响还是挺好的，大家互动很好，然后也比较活跃，大家做了很多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线上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让整个 team 有凝聚力很重要。看来这次疫情可能导致以后大家的工作模式会有一定的变化。对，我看有新闻说有的公司已经开始重新再看以后要不要多加采取这种在家办公的模式。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对于一些年龄稍长的一些在职人员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他们可能不熟悉各种技术啊，线上的技术，一些比如说 Zoom， 比如说 Microsoft Teams， 他们可能不会那么熟悉，那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那谢谢王大花这次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要给大家分享了疫情期间在澳洲的咨询业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变化，以及在家办公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我们还会选择一些其他在疫情中间的话题跟大家探讨交流。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欢迎点击收藏、转发我们的视频哟，拜拜。